朝鲜武器终于要援俄了。在这场持续了1年半的战争中，俄军终于等来了第2个援助者。最近有报道称，金正恩在本月将从朝鲜首都平壤出发，可能会乘坐装甲列车前往海参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呢，他们将商量一系列军援与防务问题。那么朝鲜都有哪些武器能够拿出来援助俄罗斯呢？俄罗斯又将为此付出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其实朝鲜援助俄罗斯这件事情呢，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去年就传出了金正恩主动表示可以向俄援助炮弹的消息。虽然俄罗斯并未给出明面上的回应，但两家在暗地里的交易早已经开始。但在持续的战争中，随着乌军开始针对性消磨俄军战场优势之后，前线俄军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与缺陷，包括缺乏足够的战术级远程打击手段，纵深空中侦察能力不足等等问题。这时候俄罗斯就急需一位能够大批量提供此类武器的盟友了。于是在今年7月份，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亲自前往朝鲜访问，并参观了朝鲜武器装备展览会，对朝鲜的各类新型武器戴上眼镜并驻足观看，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向朝鲜购买武器的种子就此在绍伊古心中埋下了。而朝鲜方面呢，最近也在为美国和韩国的一系列动作搞得焦头烂额。其实对于朝鲜而言，他们与韩国并没有真正的停战，双方只是进入中场休息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呢，朝鲜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两国都有着对彼此的需求来解决自家当前的困局。那么朝鲜还有什么武器可以提供给俄罗斯呢？大兵个人认为朝鲜武器有3种对俄罗斯是最有吸引力的，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的炮弹了。大家也都清楚，这场俄乌战争目前主要还是以炮战为主。俄军每天消耗弹药量在2万发以上，1个月就是60万发，100万发炮弹都不够打2个月的。即便俄罗斯军工厂已经火力全开，可产量还是赶不上消耗量。为了要到足够的弹药，俄军前线的将领们也是各显神通。有关系的将军会向国防部卖惨打感情牌来求弹药，谨慎的将军会选择使用黑客渠道，让机器人帮忙发声。而像这种没关系不想求人，脾气还特别臭的，最后可能也能要到弹药，但收获点却是在飞机上。因此其做法并不倡导其他俄军学习。从以上种种呢，我们也能看出俄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再加上美国还对乌克兰援助了集束炸弹，俄军想要对乌克兰继续保持火力优势，就需要更多的弹药和火炮。再加上最近俄罗斯还传出了要再度扩军的消息，因此俄罗斯急需大量的武器装备来满足扩军、换装、战场消耗、战争动员的需求，特别是那些俄罗斯已经不生产了的武器弹药。毕竟如今俄罗斯的 T72 和 T80 型坦克都使用的是125毫米炮弹，而像是 T55 和 T62 型坦克使用的100毫米和115毫米坦克炮弹，俄罗斯已经不再生产了，因此需要从朝鲜进口100毫米和115毫米的坦克炮弹来满足战场需求。而除了弹药之外呢，还适用于俄军的就是朝鲜的火炮了。虽然近些年朝鲜的弹道导弹总是成为头条新闻，但其常规炮兵的实力是不容忽视的。作为苏联大炮兵思想的继承者，朝鲜一直非常重视火箭炮的研制和装备。只不过早期受于苏联的制约，朝鲜长期只装备有 BM-13 这种老旧的火箭炮。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朝鲜得以获得更多苏式重型火箭炮的技术和方案。在此之后，朝鲜就独立开发了自己的122毫米火箭炮、240毫米火箭炮和300毫米火箭炮。其中240毫米和30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炮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朝鲜军队原先装备的飞毛腿和圣甲虫2种地对地导弹，而其火箭炮采用的是越野卡车底盘，具备极高的机动性能。而最近这几年，朝鲜还推出了制导火箭弹，例如在此前朝鲜阅兵中出现的 KN-09 多管火箭炮。根据韩国情报部门公布的信息， KN-09 的制导火箭弹采用了惯性制导和卫星制导组合的复合制导方式，总体性能还算可以，尤其是射程增加和使用制导火箭炮，使得朝鲜可以在更远的地方打击敌军。
而在一众朝鲜火炮当中，最让人吃惊的无疑是这款超大口径的远程制导火箭炮。按照朝鲜方面公布的相关资料，这型火箭弹的口径达到了惊人的600毫米，其威力想必十分恐怖。虽然朝鲜并没有公布过关于该型火炮在射程方面的数据，但是在韩国曾经的记录中发现，最远飞行距离可以达380公里。这样的射程恰好能从朝韩分界线附近实现对韩国本土的全覆盖。除此之外呢，该型火炮的生产速度也非常快。据了解，朝鲜的军工部门是在2022年10月才开始赶工生产该型火炮的，到了2023年年初已经交付了30辆了。这款火箭炮呢有2种分支型号，分别为轮式和履带式。其中轮式600毫米火箭炮采用的8×8重型卡车底盘，4连装模块化发射筒，而履带式火箭炮由于车体较宽，所以其模块化发射筒数量增加到了6具，火力强度是轮式火箭炮的 1.5 倍。而且该炮的履带式底盘较为低矮，从而降低了整车的重心高度，无论是发射火箭弹还是行军，稳定性都是要优于轮式的。虽然其战斗部威力要逊色于近程战术弹道导弹，但其火力密度和持续压制能力却是后者的数倍。只不过对于俄军而言，火炮的威力大不大其实是次要的，毕竟论威力，俄罗斯也有不少大威力火炮，但打得不准也发挥不出多少实力啊。而朝鲜和俄罗斯又不同，其火炮准度的需求反而是较低的。韩国就在家门口，只要数量上去，精准度并不是太重要。朝鲜虽声称这些武器的炮弹都带有制导系统，但至于精度到底如何，还要在俄乌战场上实战过才能知道。至于第3种武器，则是朝鲜的导弹了。朝鲜的导弹技术还是比较齐全的，无论是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还是弹道导弹，朝鲜都有。而俄罗斯此前也不止一次被爆出导弹短缺事件，因此两者在这方面是可以达成供需关系的。在朝鲜的一系列导弹中，最有可能被俄罗斯引进的导弹是 KN-23 型战术导弹。这款导弹在2018年2月首次亮相。从外形上看， KN-23 和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所采用的 9M720 弹道导弹高度相似，均采用了单级固体火箭设计，弹头头部有明显的收窄，弹体尾部安装有尾翼，喷口附近有燃气垛，可以用于姿态调整。KN-23 弹体长约 7.3 米，直径 0.9 米，导弹整体重量约4吨，战斗部重约500公斤，可以携带常规弹头以及核弹头，射程最大800公里。制导模式与伊斯坎德尔类似，为惯性制导格洛纳斯卫星制导模式。在发射方面呢，该型导弹可以在公路、铁路以及水下发射。如果俄罗斯能从朝鲜这里购买大量的 KN-23， 确实是可以在未来的对乌轰炸中起到不小作用。事实上，金正恩近期公开视察多家军工厂，表明发展军需工业的需求。他在上月视察一家军工厂时，还提出了要求大幅提升现有导弹生产能力。因此，有分析认为，朝鲜此举正是为了增强提供军火给俄罗斯的能力。至于在坦克方面呢，俄罗斯引进的可能性倒是不大了。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军队呢就开始从封存的前苏联坦克中恢复并改装了一批 T-62主战坦克，为他们安装了接触5爆炸反应装甲和新型热成像瞄准器。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境内多个仓库和堆放场还保留着上万辆前苏联研制的坦克，虽然其中大多数呢都十分老旧，而且保养不当，但从里面也能找出不少可用的，因此从朝鲜引进坦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总体而言，俄罗斯从朝鲜引进军事装备并非不可能，只不过朝鲜军队的大部分武器都是针对朝鲜半岛地形而研发配置的，其主要目标是韩国。这次要是真的上了俄乌战场，能不能打出效果还不好说。看到这里啊，大兵也不得不感慨，苏联解体还不到30年，俄罗斯就已经落魄到需要向朝鲜购买武器了。那么朝鲜又能从俄罗斯这里得到什么呢？毕竟咱们前面也说了，这次朝鲜和俄罗斯是属于相互需求的状态，而且相比于俄罗斯，朝鲜大部分的军工可以说是落后的不止一点。因此，下面我们可以结合朝鲜的实际需求来猜测一下，朝鲜究竟会开出什么条件来售卖自家的武器弹药。对于朝鲜而言，当前最当务之急的，无非就是在半岛不断加强军事存在的美国。此前，美国就和韩国达成协议，要把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机动部署到韩国釜山港。
到了8月31号，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也到朝鲜附近海域参加韩美军事演习，为此让朝鲜感到十分头疼。面对如此压力，朝鲜寻求与俄罗斯提升军事关系也是理所应当的，而发展核力量则是朝鲜长期追求的东西，而核潜艇则被世人认为是一种隐蔽和有效的核威慑手段，能够在海底潜伏并随时发射核弹头。因此大兵猜测，在这次与普京的会面中，朝鲜可能会提出用自家的武器来交换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目前朝鲜是否已经拥有或者正在研制核潜艇还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表明朝鲜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和野心。2019年7月，朝鲜官方媒体公布了金正恩视察一艘新型潜艇的照片，并称该潜艇具有重大意义，能够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有不少人认为朝鲜这艘潜艇呢，可能是一种柴电动力潜艇，能够搭载弹道导弹。此外，朝鲜还曾多次试射过从水下发射的导弹。如果再拥有可以无限潜航的核动力潜艇，那么朝鲜的军事实力将会大幅上升。那么俄罗斯是否会向朝鲜提供核潜艇技术呢？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了，包括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以及朝鲜的需求和能力。两者相互需求的前提，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然而，向朝鲜提供核潜艇技术也有着不小的风险。首先，联合国对朝鲜的决议是不允许对其出口任何和核武器相关的物品或技术的。其次，在出售给朝鲜相关技术后，朝鲜也有可能会将该技术转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加剧核扩散问题。而且对于俄罗斯而言，核潜艇技术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大杀器了，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将自己的老本就这样简单的交给朝鲜，恐怕俄罗斯人自己都不太乐意。综上所述，俄罗斯是否会向朝鲜提供核潜艇技术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最终朝鲜能否得偿所愿还犹未可知。当然，除了核潜艇之外呢，关于军事卫星方面的技术也是朝鲜所需要的。从5月份以来，朝鲜2次试图将其第一颗军事卫星送入轨道，但2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了。但是朝鲜并没有就此放弃，是打算在10月份继续第3次试射，因为军事卫星的存在可以大幅度增强朝鲜的情报收集能力，对于朝鲜的核武器能否有效打击敌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呢，朝鲜要求俄罗斯帮自己实现武器现代化的可能性也值得关注。毕竟朝鲜的主力战斗机都是苏联制的，其年龄最小的战机还是1980年代引进的米格29。如果俄罗斯提供朝鲜一直想要的最新战斗机和防空系统，那么金正恩也不是不能接受。最后就是粮食方面的需求了。俄罗斯是粮食出口大国，朝鲜则是长期都在饱受粮食问题的折磨，再加上今年气候问题加剧，必然会对粮食的收成造成恶劣影响。寻求俄罗斯粮食援助对于朝鲜来说显然就是极为必要的。只不过除了粮食之外，无论朝鲜最终获得了核动力潜艇、侦察卫星亦或是尖端战机在内的任何一个武器技术，都会给韩国和乌克兰造成很大影响。毕竟此前韩国一直顾虑俄罗斯只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如果朝鲜真的在这次交易中得到能够威胁韩国的武器，那么韩国恐怕将不再顾及俄国，转头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杀伤性武器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朝鲜援助俄罗斯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